看不到，其实你看不到，但是用相机把它框起来以后，你就看得非常清楚，因为那个距离产生。从这个我自己的经验一直过来，一直拍到飞行城市的时候，你才有能力去处理所谓的以前的，就是你生活的经验之外，那这个影响非常大，是从小说来的。就像我们看一些，比如不知道你们看过。因为大学时期，我把那个所有台湾的这些文学几乎都看光了，包括陈映真的《上班族》、什么《铃铛花》、《三部》，看去白色恐怖，描写白色恐怖那个时期的一些小说。那个时候，你看的会有一种非常大的一种悲伤，你会感非常悲伤。然后这个东西会发酵，当有一天你要拍的时候，就会影响，可以拍的时候就可以拍，那就是飞行城市。那飞行城市呢，当然讲的不是那么单面的，有时候一个事情的，它的源头其实是有时候蛮可笑，或者是蛮荒谬的。起先为这个名字是因为有一条歌叫《比姐妹下戏》。北京的城市，后来《红楼梦》重唱一次，重新而论的非常好听。我那时候在杨的昌家，就是你们这个校园，杨的昌家听这条歌的时候，哇，我感觉这个味道不错，所以这个名字也好。北京的城市，我就把都拿掉那个北京城市。然后过来呢，就因为那时候要拍，我准备拍基隆的走私啊，因为那时候。光复以后，基隆港，因为来去，所以那里基隆港的港的对面有一排1、2层楼的这种木造的临时的这种房子，全部有餐厅，有什么所有的走私都在很多都在这里进行。有些是上船穿了很多衣服下来的，有一种。因为我有个制片，他在那边。开过餐厅，走私最后一票被没收，所以很惨。有听他叙述，我本来想拍这一部分，那后来因为找资金找到嘉禾，跟那个蔡澜谈，蔡澜说你最好要考虑到现实票，不然那个钱收不了。他建议我用周润发跟那个杨丽花。你要看过这个报纸的话，是那时候是大家诧笑这样，但是这其实是有化学元素的。你要拍得好的话，那后来没拍成的原因是，整个进行上它并没有那么快。然后那一年也正好1987年台湾解严，就蒋经国时代解严，我就想。因为我在想，故事通常是这样子，一想到这一代是差不多40几年、50年走私这个年代，但是他们这一代的前一代，等于他们的父母，我在编剧的时候会把人物的那个谱、这个族谱、家庭这种会把它建立起来。那上一代其实有些是因为读书会、白色恐怖被抓的，有些是跟那个228有关联的，因为基隆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能说疫区了，基本上就是有很多死伤的在那里。解严以后，我就把它翻到拍上一代。那时候的资金就不是从香港，从邱福生来，然后，而且那年的年底，我记得蒋经国去世，所以1988年我开始拍的就是飞行城，就是以228为背景的上一代。邱福生那时候不知道我拍的什么，他是看了电影才知道的。我跟邱福生这个也是有一堆故事，这个很好笑，反正今天不讲，因为他
那牵扯到人身攻击。然后228拍完，大家看完毛片就很气头，说这是个烂片，因为资源非常的难，要拍那个片子非常的困难。你们只要看过《悲情城市》那个酒，就是那个小上海那个酒家，那个我们是从第一个镜头正面，然后你就一直去整理好，拍一个镜头，然后你再拍一个客厅，再重新整理，就是你整个布景的，就整个场景的形成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去整理出来。这个镜头是带到这个，其实那边都是还没整理的。为什么这样？因为就是人走了十几个人，走了十几个人，意思就是他不是很辛苦，是暴力这样的。那时候因为我跟我的制片冲突，我先把他的那个2个助手给赶跑，他开始就赶我的一些人，那个赶的走了好像11个还是13个，然后整个场景资金都非常困难。然后拍完这个烂片，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在威尼斯得了奖。它其实有一个形式，有一个现实的一个状态。为什么？1989年9月得奖，因为1989年的6月10号天安门，正好这个题目是全世界在瞩目的。你228的背景基本上跟这个是非常像的，所以才会得奖。我感觉是完全是timing对的。就像那个韩国电影起来，第一个片子叫《Fish》，有人看过《Fish》？它会起来是因为它跟南北韩的，它是题材是南北韩，就是间谍嘛，你知道吗？就是南北韩在和谈的过程里面，北韩的一些鹰派想故意挑动、制造不和这样子，就是一个女间谍跟南韩2个男的那个情报人员之间的故事这样。那这个是正好符合韩国那时候的政治生态跟他们当时的情形，所以这个就一下就大卖。不过韩国大卖是很吓人的，那个片子起先人家说是800万人次，后来说是没有那么多，是500-600万。但是后来又有一个片子，也是关于38度线的一个小兵的一个片名，我记不得。听说那个就是800多万人次。你知道800多万人次的意思是什么？你一张票假如不要多算200块啊，你就可以算一下。最近我们是开庆功宴，什么500万嘛票房嘛，那是多少人次？台湾是250张，对不对？250张就是2万人次，800万人次是多少钱？你自己可以去算一下。那个票房是非常吓人。我的意思说，有时候有些片子是适合在某种现状之下，它会卖座，这是有 local 的因素。但是这个 Fish 跟后来那个片子在日本、在台湾通通不行。就是在日本那么已经很现代化的社会里面，他们去看这种国家这种民族主义的这些东西，他们基本上没有任何兴趣。只有后来一个野蛮的女友还不错。我的野蛮女友在韩国是500万人次，但是它的题材因为很符合亚洲，所以在日本、台湾啊、香港都卖不错。它就是有一种现代性。那这个待会可以谈到一点，就是台湾目前在华人区、在亚洲，我们还有什么机会？我待会再谈。这个所谓这个拍电影的这个方法经验呢，你这样一直成长过来以后，其实自己越来越清楚。
那我是后来从西梦以后就开始完全跟观众的距离是越来越远。其实也不是这个时候开始远，我风贵来的人，你们都还没看过，很久的片子，20几年。那个片子当时在戏院演的时候，很多人是看不懂，因为他感觉这样的表达形式也不那么戏剧性，然后是一种生活的某种氛围，其实就是描写一堆少年彷徨，15、20、10有没有？就是完全强说愁的年龄，一般人就看不懂。其实那是简单的要素，你们现在看一定全部都看得懂。那从西梦以后就完了，我本来在日本的票房非常好，从西梦以后就一路下滑，没人看得懂。然后后来我在法国就开始有票房，就是从南国再见南国开始，差不多20万人次。海上花就更进一步，差不多40万人次。千禧曼波差不多20万人次，20万人次就是5000万的票房。那个在法国一个区，你想想看，它欧洲整个它卖起来，所以那些片子都帮他们赚了一些钱。所以我现在拍片在欧洲，就是你要拿个100多万美金是绝对没问题，是完全 safe 的，除非你的成本要超过这个，你可能再加一个张曼玉，加一个梁朝伟，可能就可以多拿一点。他们的算法是这样的，他们基本上就是你有多少记录，他投资你多少钱。然后讲到很多喜欢讲电影的都讲到我很多这种拍片的方式。其实台湾以前拍片是很可怜的。我以前拍《童年往事》的时候，我们的机器那个 body 是凸西的、阿里的，可能你不知道那什么意思。那个意思就是片子通常抓钩是有单边的，所以它那个片子有时候会这样抖的，很不稳定的。然后镜头是以前最早是3个小小的镜头，你可以这样转。那到那时候才开始改那个 mount， 就是改那个换镜头那个孔，改了菜式。那其他那个遮板子，我一个影评人朋友叫 Tony Ran 来看都笑死了，感觉你们简直是纯粹手工业的。然后呢，你说最难的是什么？演员。台湾演员，你们可能都看过吧？你们现在看的这些演员，可能比以前好一点。我们那时候其实也不见得好，我感觉只是他们现在乱演，跟以前不太一样，但是基本上还是差不多。所以你没有办法从演员里面去找到演员，你变成要找很多非演员。找到很多非演员的时候，其实你的方式就要整个调整。比如说我请你来演，请你来演，请你来演。那我说我这个镜头这样子直逼到你面前，然后呢要你干嘛干嘛，你没演过完全没有办法，所以我就镜头推远一点，推远一点，然后不动就来处理，你选择一个角度来处理。通常一个房子里面，你假使拿起相机的话，你可能会找到一个你很喜欢的角度，这个角度可能是经过一个走廊。然后那个远远看到客厅或者饭厅，然后那边有一扇窗，整个景深非常好，你就摆那里。你不移动是因为怕这些演员会受干扰，你不能，你一边在拍那个机器那个底下铺轨道，然后这样一直拍，拍了以后到那个地方，通常还要什么演员转身，还要什么斜多少看镜头，就像舒淇最近演那个见鬼，他跟我说。那个导演要求他的镜头从他正面一个轨道过来，镜头等于是这样，这个正面到侧面到这里，希望他泪水正好掉下来。上个月去香港跟舒淇在聊这件事，但是舒淇是很聪明而且很厉害，很得意，说你要的给你，他就真的就做到。但是就是有时候这种实验演员。有时候你这种要求法，在国外可能那个也会完全没办法接受，因为这个太过了，太过头了。好，所以我镜头都不动，
不动的时候呢，开始要安排这些演员在里面演习，表达你要表达的东西。这里面会发生一个状态，就是你不能叫他们两个走到这个镜头前面，因为镜头前面带到了在生活轨迹上，它只是一个过道。常常会变成这样，因为那个景深最好看。他不可能在这个过道那边站着，两个在那边讲话，对不对？然后你在家里面的活动，你会有一些生活的细节，譬如假使远远的看到那个餐桌，可能在上午差不多10点、11点的时候，妈妈在那边遮菜，很正常，对不对？那是我们的时代，现在我不见得了，妈妈根本不遮菜，就在路上外面吃，或者是小孩也不在，他自己随便买个便当什么就解决了，或者带便当回来。他在那边遮菜，然后他假使说有这种，你这个电影的编剧的这个表达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的时候，你怎么在这样的一个限制里面表达？你就要对生活的东西非常清楚。有时候他们在讲话过程，上厕所的时候，他讲了什么话，然后进去，然后你就听到马桶声或什么声，然后再出来什么这样，就是用这样的一个限制的一个角度，然后让演员使用的是他自己生活上的经验来表达，它反而变成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表达方法。然后呢，这种方法。它基本上镜头会有点长，所以他们都说我的镜头是长镜头。那我不知道他们的用长镜头是我用的镜头很长，还是时间很长，还是景深很好，这样景深很深这样，从来没去研究这个问题。那基本上，这个是很难的，因为你镜头长，时间长，然后。呈现的是生活里面的某种轨迹的话，你要非常真实。你不真实的话，人家没办法忍受。最简单，人家不真实，非常戏剧性，最好处理的方式就是跳镜头。你讲一句话讲完，这边反应，这边怎么啪一直来，很快啊，你马上就跟着走了。你不会去 check 他在这个空间里面到底有没有那个。所谓的穿帮有没有出纰漏，有没有那种根本不准，根本不是这样，你不会这样，你没有时间去check这个问题，所以那个反而是非常非常困难，所谓的这种长镜头。所以呢，在某种状态之下呢，你说什么戏最好拍？他们常说最常拍的就是吃饭，对不对？因为吃饭每个人都会吃啊，不会。然后你拍吃饭的时候，你再把它时间挑得准。就是拍吃饭的戏，要么就中午，要么就傍晚，就是真实的吃饭时间。然后你把菜准备的热的，汤热的来。我告诉你，他们不比，他们巴不得赶快吃。然后这时候你再提醒他们你的情绪是什么，因为前一场才发生过一个什么事。这个事就是在他们心里面，其实非常难过。所以你一边吃，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反射的动作，非常容易对他们来讲。你这样去要求他们的情绪就会很快。所以，所有处理这些非演员的方式，所有会形成我电影的这些所谓的美学，基本上都在拍电影的过程里面，根据现实的条件跟现实的困难。慢慢，你解决困难中间慢慢形成，因为你解决困难的里面，你会真正使用，你要怎么去解决？当你这个脑部这个活动开始活跃起来的时候，就会越来越成熟。这里面累积的经验太多了，你要讲这种细细碎碎太好了，因为有些你们可能没看过影片，像我们拍陈松勇，他家西梦里面，他演一个大哥，非常像，他本身就有刺青，他的样子就很像，因为他是台北牛埔的。从小他父亲是文陶师傅，他从小练这个身体很壮。他跟
牛埔的古仔他们是同辈，古仔就是牛埔的大哥。然后呢，他演戏有个毛病，因为他以为演戏一直是这样，就是非常的激烈，尤其是激烈的戏，他简直是这样子。我拍戏我没办法，你这个戏简直是夸张到这个地步，我就开始，其实一开始接触我大概就知道，也没2次我就知道，就后来就试戏。我拍戏是不试戏的，那通常要试有没有？没有 test， 没有这种 rehearsal， 没有 test 的这一套。你把所有他们要活动的时间点跟什么，所有可能发生的状态你都想清楚，然后你事先提醒他们会有什么，然后让他们知道在那里面发生。那陈松勇用试戏的方式，就是他试戏的时候，这些老油条就试戏，比如点烟，比个动作，他不拿烟出来点；喝茶，比个动作。我说不行，我这样看不到你的节奏，所以我不知道这个 timing， 也不知道这种整个这个长度不准确这样子。当然 timing 他可能听得懂，我想他可能也听不懂，但是他听到这种好像又像英文又像日文，他会比较认真一点。然后因为以前那个术语都很奇怪的，就是有点那个日语式的，然后他就试戏。试戏的时候，我叫他所有动作要做实在，他就不会用力去演，你知道为什么？那他本身的样子、本身的存在就有一种特色，所以整个非常真实。然后试戏试完了，我说好，正式来，正式来是假的了。我底片有时候根本不开，因为是同步收音，那个机器是没有声音的，所以他也不知道。那这种就是他会得影帝，就是这样来的。都是试戏的时候，他有时候那个激烈到很难受，尤其是他弟弟这个演高杰在医院里面这样子，哇，他简直是疯狂，我看他简直没办法，所以都用试戏这一套把他。那所有人都知道，工作人员所有都知道，他不知道。像这种经验非常多了，还有小孩子，那你以为小孩子，对不对？小孩子非常难，小孩子不控制他，对，小孩子哦，比大人要聪明100倍，因为他没受到污染，没有被规矩限制，然后又是天机，看什么模仿什么快得不得了。你要他讲话就很简，你要他演戏很简单，你把他搞得很惊艳，就告诉他你这是干嘛，你讲什么话的。然后你拍了以后呢，他讲拍没有讲好或讲不对，你不要去纠正他，你故意就走到旁边跟这个灯光师傅在那边讲，跟那边的某演员讲，跟这个讲完以后再来一次，然后你都不理他，你只回头再来一次，回头要到摄影机这边的时候，你跟他讲，你来拍。都是这些人做的，他好想过最好。我告诉你，第2次就 OK， 而且很厉害。你拍了1天2天以后，我告诉你，他简直是完全他的这种自然跟他的活泼全部都出来，而且对白是精准。尤其我们以前拍戏，你知道，就是没有同步收音的时候是要事后配音。以前事后配音这些小孩子都要大人配。以前有个专门配小孩子的一个配音皇后叫白冰冰，是白冰冰，叫什么冰冰？白冰冰是什么？反正有一个就是专门配，就是大人腔配小孩腔。后来人家有看过一个在那河岸经常是我拍严正国，那很小一堆3、4年级的小朋友。那些所有的小孩，我全部叫他们拍完以后到录音间，他们讲的话记得清清楚楚，然后他们的节奏因为是自己讲，清清楚楚，完全对的刚刚好。因为你知道配音通常你讲话跟我讲话的节奏跟速度跟方式都不太一样，配音员很厉害，就是要抓他的这种节奏跟速度。那你用自己配，尤其小孩子完全不会讲。
小孩多了，小孩都是这样，就是你要先给他一个，马上给他一个感觉，这个东西就是好玩，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像河畔青岛这群小孩到铜锣旁边那条溪，因为我以为现在的小孩跟我们以前那个以前我们的这个小孩时代一样，到河边一定是脱光了下去，还有人穿着裤子下去，那哪像乡下，对不对？结果不是，没有一个人要脱的。我说那真的是完全不一样。那我要那种感觉啊。然后我就说好，那给200块。然后就脱了，脱了每个都这样。那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大家都很清楚，而且也会传达下去，就是你完全没有人去管他，没有人看他们一眼。是吧？然后他们在那边跳水干嘛？我告诉你，都完美一下下，根本都啪啪啪，不管了，是吧？是很自然的，因为你越注意他越不行。曾经有个导演，我不好意思说他是谁，他拍一个女星在电视上演过很多东西，他常常纠正他，因为他戏啊前面有一段小孩戏很重，纠正他。后来他一喊 camera， 他尿就出来了，真的是压力大到没有。那个小孩对付说这种没演过戏的，我常年都在做这种事。哪一个人他可不可以演戏？他在荧幕上能不能抓住？说有没有凝聚力？完全可以看出来。所以用一堆非演员，高捷也是非演员出来的，全部都是。高捷以前是干嘛？开餐厅的。他国中毕业就在圆山当学徒。但是有一次去看人家拍片，就是镊子，不是现在电池的镊子，最早镊子有鱼看片拍过，在新公园的时候去探班，他正好出现，他是我这个制片的一个朋友的弟弟。我一看，我说哇，这个Mpg老板，他长得真的是很帅，很像Mpg。然后我就邀他来拍了因为女儿她成绩还不错，然后演完她就去演一个小王爷电视剧，不知道多少集，40集还是多少，然后有很多台词还要一边讲一边打，她演不到1天她就走了，她根本没办法应付，因为要一边讲一边打，没办法。她可惜，非常可惜。我喜欢用她是什么？她讲什么话都像真的。哪怕他讲根本那个话不对的，也像真的，因为他的表情就能够凝聚。但是你看他有没有？你们家看过他片子，知道吧？演到香港去，演得一塌糊涂。